这不是国公府那个又丑又雅的二小姐吗？听说是嫁给侯府那个傻世子冲袭，一个傻一个雅，倒也般配。魂穿了，还是个被逼婚的哑巴丑女。新娘子快到了，都给我麻利点儿！新娘子跑了！快把二小姐抓回来！就算死也得抬去侯府。二小姐，别跑了，你跑不掉的。东边是生门的方向。不好，那边是灵王府，快拦住他！惊扰了那位煞星，我们全都得死！二小姐竟然进了灵王府，快回去禀报侯爷！拿下！你是何人？胆敢擅闯灵王府！让你们主事的出来。你要见本王？见过王爷。紫金黄气，难怪生门在此。若能借着气运，我的灵力便能恢复，但为何会死气缠身？你是玄师？是。我们大周国对玄师向来敬重。这次你闯入灵王府，现在离开，本王可以不追究。我若走了，你活不过30日。说什么？你每逢初一15，必会心口绞痛，狂性大发，体内如坠冰丘。有人在你身上中了死气，3日后的赤月之夜，就是你的死期。你想要什么？要你娶我。白姑娘，王爷说了，更衣后请到书房一叙。飞流士，飞流士！别矫情了，我嗓子被毒哑了，能治吗？主人，啰嗦，我都不在意。你说你一个鬼还在意这些？圣人曰：礼义廉耻。行了行了，转过来吧。你看够了没？就问你，到底能不能治？能，必须能。只不过你脸上的疤是毒素沉积，治嗓子可能让它暂时变得更难看。无妨，我现在灵力匮乏，不适宜太过高调。我会给你找来药材，尽快让我恢复灵力。是。王爷，那个妖女，白姑娘是白家2房千金，生来奇丑无比，还是个哑巴。最近永安侯不知从哪里听来的一个说法，说冲喜可以让他那个痴傻儿子恢复正常，于是便向白府提亲，求娶白姑娘。不过说来也奇怪，永安侯府的迎亲队伍走到半路，突然有天雷劈下，将花轿给劈散架了。听当时在场的人说，天雷之威害人，很多人都被劈死了，但唯独白姑娘安然无恙。有意思。王爷，她就是个妖女，你可千万不要被她蒙蔽啊！王爷，白姑娘到。让她进来吧。喝你口茶怎么了？小气！而且本姑娘给你治病，值这口茶。那是本王的杯子。放心，本姑娘不嫌弃你。王爷，属下告退。白姑娘，本王给你1刻钟的时间来说服本王，否则你知道后果。灵王倒是个爽快人，那我就直说了，你本是大富大贵、权势滔天的命格，
有紫金黄气缠身，更是万事顺心，百邪莫侵。可偏偏却被一股死气纠缠。正常来说，这是不可能的事情。唯一能让死气缠上你的，只能是有人强行加持。你有办法破解邪术？当然，我不仅能帮你破解邪术，还能帮你揪出背后搞鬼之人。条件？我刚才不是说了吗？娶我。理由？那当然是我看上你了。像灵王这般威风凛凛的人物，玲珑是倾心已久。够了！你当本王如此好糊弄？将真实的想法说出来，本王还能给你一个机会。否则，我需要你的紫金黄气，只有和你缔结夫妻关系，才能更好的汲取你的气运，恢复自身灵力。总之，可以。灵王果然是个爽快人。不过我是逃婚来的，如果永安侯府的人来了，还需要你来处理一下。王爷，永安侯上门要我们将白姑娘还回去。未卜先知吗？好，永安侯，本王帮你挡了。有什么需要找罗庆林，他会给你解决。多谢灵王。还请通报灵王，永安侯临终拜见，请灵王将我儿媳还回来。本王何时抢了你永安侯的儿媳妇？见过王爷。灵王误会了，永安侯还真是威风，出门在外都要护卫长裙。看你们这个架势，是想踏平灵王府。灵王误会了，我只是怕见习误闯王府，惊扰了灵王，所以带人来将人抓回去。永安侯，你想将人带走，恐怕要让你失望了。入了本王的府邸，便是本王的人。灵王你，罗庆林，送客。灵王，你不能这样，你这和强抢民女有何区别？不怕传到皇上耳边，被皇上怪罪下来吗？永安侯，你以为你凭什么还能站在这里和本王说话？本王要不是念在皇恩，从你踏入灵王府10丈之内，便该身首异处。白姑娘已经和本王有肌肤之亲，从今往后，她便是本王的女人，你就断了给自己儿子冲喜的念头吧。欺人太甚！我进宫面见皇上，让人去白府一趟。他们白家不能置身事外，必须给我永安侯府一个交代。白姑娘，这边请。等一下，白姑娘有什么吩咐？你们把那里挖开。白姑娘万万不可！后院的一草一树都是灵王种下的，要是随意毁坏，我们都要被责罚的。怕什么？挖！灵王怪罪下来，我担着。白姑娘，这下面还真有东西！糟糕，传音符失效了。白小姐，你说什么？白姑娘肯定是要将这个东西给砸碎，这东西埋这么深，肯定不是什么好东西。砸你个大头鬼啊！不要命了！白小姐，现在怎么办？怎么办？当然是这么办了。白小姐，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安全感满满。不会夸就别夸。快别说话了！皇皇天威，听吾号令，诛邪灭却。白小姐，你好厉害啊！你虽然又丑又哑的，但刚才真的太霸气了。白小姐，那个黑气活了！什么？该死的，还是灵力太少，不能一击必杀。既然一下不行，那就来第2下。糟糕，灵力不够了。不好，这是要将周遭的孤魂给召集过来，来给他充当养分。白小姐，你可以对付他的，对吧？小青，你说什么呢？这是必须的，白小姐的手段厉害着呢。跑！白小姐，这是逃跑了吗？还愣着干嘛？跑啊！糟糕，他们被毒射了。本王不管你是何方妖孽，敢在灵王府撒野，死！
还是差了点儿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彻底成为一头只懂杀戮的怪物吧。滚！真是顽强的意志啊！只可惜，无论你再怎么挣扎，最终也只会沦为一头失去理智、只懂杀戮的怪物。你现在应该很痛苦吧？来，放下抵抗，拥抱最真实的自己，杀光他们！杀！你竟敢！喂，王爷，我可是救了你，你就这态度对待救命根人？你，不过也多亏了你，你果然大补。先解决这个宵小再说。狗东西，滚出来！这怎么可能？为什么你突然变得这么强？这不合理，不合理！不合理，在我眼里，秒你这种渣子才是合理。晃晃天威，英无号令，诛邪灭却。魂归来，王爷，这不对吧？我刚刚才救了你，你不感恩戴德，还要对我刀剑相向？你刚才被本王的所作所为当诛。王爷，该不会刚才的是你的初吻？闭嘴！看来被我猜对了，王爷，刚才也是我的初吻，正好我们扯平了。说正事，如你所见，刚才的邪灵是冲你来的，只不过被我提前发现了。说下去。你这里的花花草草都是你亲手种下的？这些花草大多都是皇上所赐，所以也是本王亲自照料。不可能！皇上是本王兄长，平日待人亲和友善，又如何能害本王？其实你能明白我的意思。最是无情帝王家，在帝王眼里，可没什么兄弟情谊，只有帝皇权术。够了，是非对错，本王自会查明。但在此之前，本王需要知道，刚才到底是怎么一回事。很简单，有人给你设局啊，将那个邪灵人偶埋在你的后花园里。经年累月，你受阴气影响，身体只会越来越差。等3日后你身上的死气爆发，便是你绝命之时。这个人特地要留在灵王府3天，就是为了救你。刚才亲你也是事急从征，我灵力枯竭，而你的紫金黄气对我有大补。可以了，本王会尽快让皇上赐婚。王爷英明，只要你娶了我，我定为你斩尽鬼魅王网。王爷，何事？回王爷，宫中来消息，要传王爷入宫面圣。哟，这边刚出了事就让你入宫，看样子8、9不离10了。罗庆明，备车入宫。是。王爷，把我带上吧。理由？当然是帮你将背后之人给揪出来了。而且我刚才掐指一算，你这次入宫危机四伏，而我会是你破局的关键。好，不过入宫之后，你必须跟在我的身边，谨言慎行。得嘞。怎么了？没什么，就是你这马车坐的硌屁股。罗庆林，属下在。取一坐垫来，要软些的。是。垫上会好点。给我的？到底要不要？明明面冷心热，偏要装出一副生人勿近的模样。你嘀咕什么呢？没什么，就是说王爷你人还怪好嘞。啰嗦。我算过，你明明不是什么杀人魔，为什么要将自己伪装的这么吓人呢？白小姐，
是不是本王对你太纵容了，让你觉得本王很好说话？你的命格骗不了人。滚！王爷，待会儿入宫，为了能够应对一些突发情况，我需要对你做些过分的事情。难不成你想？白玲珑，别得寸进尺，本王也是有底线的。还害羞了，脸皮真薄，只是调戏一下就不行了。王爷到了。够了，够了，够了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带上这个，并且跟在本王身边，没有本王的允许，不得开口。明白。奇怪，皇宫本该是皇气庇护、龙威浩荡之地，可为何会有这样不祥的气息呢？想什么呢？啊，我在想，王爷怎么这么帅呢？满口胡言！王爷，我是认真的。虽然你戴着个面具，但也不妨碍我对你的想象。还从来没有人敢这么调侃王爷。白姑娘怕是……唉，跟上。得嘞！不是，王爷既然没有生气，就这么放过白姑娘了，真是活见鬼了。白姑娘，这次皇兄召本王出宫，估计是和你有临终丢了脸面，必然会去找皇上讨公道。等下面见皇上，你切记不要乱说话。罗麒麟，人呢？啊，王爷，属下不知啊。方才白姑娘还一直跟着我们，可这一眨眼的功夫，人就不见了。还不快去找！是。在皇宫这个吃人不吐骨的地方，还有个无权无势的国公府二房庶女，一旦招惹了不该招惹的人，只怕会死无葬身之地。陛下，灵王来了，让他进来吧。灵王来了，臣拜见皇上，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免礼，朕与你是兄弟，不需要这些繁文练字。不知皇上召臣入宫，所谓何事？听说临终的儿子今日娶妻，但这未过门的妻子却逃婚，躲进了灵王府，可有此事？果然是冲白玲珑逃婚一事来的。确有此事。既然如此，那么灵王就速速将人送回去，不要伤了彼此的和气。至于这位白姑娘对你的冒犯，朕也会让临终给你一个交代的。请恕臣无法答应。灵王，你可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臣与白姑娘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自然是要对她负责，所以她不能继续嫁入侯府。所幸白姑娘还没过门，仍然是清白之身，那臣便娶她为妻。臣恳请皇上为臣与白姑娘赐婚。胡闹！你可是大周国的灵王，是镇守蛮族的修罗，现在竟然要让朕给你和国公府的二房庶女赐婚，是要丢尽我皇家的脸面吗？皇上，国公爷战功显赫，以国公府的门蛮，纵然是二房庶女，也并不让皇室蒙羞。而且臣和白姑娘已经有了肌肤之亲，为了她的清誉，和她成婚是最好的选择。疯了！疯了！灵王，朕是不会给你们赐婚的。总之，你必须在今天之内将白玲珑送去侯府，朕定当无事发生。灵王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请皇上赐婚，此乃皇上登基当日所赐的空白圣旨。今日臣便以这圣旨恳求皇上为臣拟一道赐婚圣旨。你当真要用这道圣旨来换和白玲珑的赐婚？是。你可知这道空白圣旨相当于免死金牌，假以时日是能救命的宝贝，你居然要用它去换一道荒唐的赐婚圣旨？是。这道圣旨朕不能拟，不过既然你将这一道圣旨拿出来，那么朕只能请示太上皇了。父皇龙体抱恙，臣觉得没必要惊容。哼，你也知道父皇龙体抱恙，要是让他知道你为了求娶一个二房庶女拿出这一道圣旨，你觉得父皇会怎么想？你再想想吧，朕相信你只是一时冲动。不必了，既然如此，那就请示太上皇了。你，小安子，摆驾太极宫。是。这是哪家侍卫？
这么大摇大摆的在皇宫里乱窜，看穿着是灵王府的侍卫。有趣儿，整个皇宫竟然被布置了一个4象镇灵伏魔阵，这里面绝对有大秘密。等回灵王府，好好问问穆子轩。你是灵王府的侍卫，为何会在这里？白云，这不是偷了原主命运的假侯府嫡女吗？她怎么在这里？回禀娘娘，小人随灵王入宫，不小心迷路了，小人这便离开。娘娘，这人有些奇怪。灵王府的侍卫都很有规矩，可偏偏他独自一人跑到这边来，这里面肯定有猫腻。慢，你说自己是灵王府的侍卫，那你倒是说说，今日灵王入宫所谓何事？娘娘，这可是机密，小人不知。机密？我看你是冒充的吧？拿下！娘娘如果不相信小人，大可以去找灵王确认。因为这点小事去招惹灵王，万一惹那个煞腿不高兴，自己怕是吃不了兜着走。算了，你走吧，这里是皇宫，不要乱跑，否则娘娘教训的是，小人这就回去。等一下，白兰有毛病吧？贵妃都放我走了，你还揪着我不放？这位小主还有事儿？娘娘，我觉得他的身上有种很熟悉的感觉，不如我们让他将面具筛下来，以真面目示人如何？好，你将面具摘下来。怎么还不摘下？妖孽，还不快速速现出原形！娘娘小心！鬼啊！娘娘别怕，属下跟着灵王纵横沙场，见惯了邪祟作妖。那你快点动手啊！得令。不过，这妖孽最会蛊惑人心，等下无论他说什么，娘娘都不要理会。好。你敢打我！原主，这是我给你讨的利息。妖孽，速速退去！救命！快来人呐！都不要动！这妖孽最会蛊惑人心，给我退！小兄弟，妖孽被赶跑了吗？娘娘安心，小人已经将这位姑娘体内的邪祟赶走，她已经没事了。回头让她连喝3天童子尿，便可百无禁忌。哦，对了，你们最好现在就准备好童子尿，先给这位姑娘灌下去，这样会快点醒来。白小姐，这是童子尿，喝下去就好了。娘娘，要是没什么事，小人便先行告退了。等等，本宫很好奇，灵王麾下竟有你这等奇人，跟本宫说说，你姓甚名谁？日后本宫也好向灵王表达谢意。果然能混上贵妃的人，不是那么好忽悠的。关键现在该怎么解释？小白，罗统领，您来了。小白，不是跟你说了吗？皇宫重地，不要随意乱跑。罗统领，属下也是察觉附近有邪祟出没。闭嘴！皇贵妃，小白没有冲撞到您吧？如果冲撞到您，我定对他重重责罚。啊，罗统领，不必了。小白既然是你的人，就带回吧。而且也多亏他出手相救，责罚就不必了。娘娘仁慈，还不赶紧多谢贵妃娘娘。多谢娘娘。娘娘，既然此件事了，我们便不再叨扰，先行告退。去吧。白姑娘，还好我及时赶到，你怎么就撞上皇贵妃了呢？意外。不过这皇宫挺邪门的，竟然被人布置了一个4象镇灵伏魔大阵。这是啥？说了你也不懂。对了，那个皇贵妃是什么来头？皇贵妃是丞相之女皇婉儿，现在后宫里属她最受宠，再加上她父亲的威名，连皇后都忌惮3分。那她怎么和白云走得那么近？白云救过皇贵妃，两人一来二往便有了交集。
白云救过皇贵妃。来人啊！快救人啊！我家小姐落水了！快送我家小姐就医！看来白云是把原主的功劳给抢了。罗统领不好了，何事慌慌张张的？王爷被御林军包围了，还被打上谋害太上皇的罪名。什么？灵王，你可认罪？臣何罪之有？方才你和父皇同处一室，不久父皇就突发病，还说不是你谋害的。皇兄，你就这么想定臣弟死罪吗？朕只是据实而说，你弑父谋逆，其罪当诛。朕念你战功赫赫，可以给你一个自辩的机会。哼，还真是大义凛然啊！臣为了大周国镇守边疆10余载，不曾有一丝怨言。在臣心里，皇上更是至亲兄弟，尽心辅助。可惜，臣终究是低估了人性。哪怕臣交出兵权，深居简出，也无法打消皇上心中的猜忌。上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者？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你，今日，臣便以死自证。死什么死？你是何人？你先别管我是什么人，我能救太上皇。太上皇已经薨了，你又如何救？我懒得跟你说，你相不相信我？本王信你。好，我这就去救太上皇。不过，在我救人期间，不要让任何人来打扰我。来人，将这个逆贼给朕拿下！谁敢挡他，死！灵王，你要造反吗？皇兄，请给臣辈一点时间。如果1刻钟父皇未能醒来，臣以死谢罪。不行，父皇已经薨了，你让一个身份不明的人再去冒犯他的龙师，是想让皇室蒙羞吗？我相信他。如果他无法救活父皇，臣与他一起死。不是，我没答应要和你一起死啊。灭！还好来得及时，否则灵魂被拖出体内，那真的是回天乏术了。以武之名，号令百鬼，大成道一，胡杨现。咦，主人，你这什么造型？你是在玩 cosplay 吗？我记得之前你去漫展抓鬼的时候 cos 的阿尼亚，记忆犹新啊。这是1000年前哪来的漫展？先不说这些，你看看这老头还能不能救活？啧啧，这么大年纪，活着也受罪啊。受不受罪我不知道，但你要是不能救活他，我肯定是死罪。所以，你想让我死一死？不至于，不至于。主人，你放心，有我在，他想死都死不了。你是不是傻啊？死人还需要号脉？赶紧的，别磨蹭。哦。咦，这老头体内有种很奇怪的毒素，这毒素无色无味，常人难以察觉。老头能活到这个岁数也是个奇迹。你废话好多啊！到底能不能让他醒过来？他今天要是醒不来，我今天就要交代在这儿了。我说了，只要我不答应，他想死都死不了。真来9转13针，好家伙，一上来就开大。不然呢？人都只剩半口气了，要是不用9转13针，谁来都没辙。行，你专心施针，我来给你护法。不等了，朕要进去。皇兄，时间还没到，让开！朕是皇帝，还没人敢拦朕。臣答应过他，
一刻钟就是一刻钟，任何人不得进去，哪怕是皇兄也不行。灵王，你要造反！只是区区一刻钟而已，皇兄难道连这点时间都等不起吗？你真是怕他冒犯父皇龙体。灵王，父皇生前可是最疼你的，难道你忍心让父皇死也死得不得安宁？好，很好，来人，给朕拿下灵王！如敢反抗，就地正法！谁敢上前，死！宵小鼠辈也敢在我眼皮底下使坏，不自量力！主人，这些死气是来抢人的，我现在只能救人，镇不了魂，接下来只能靠你了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天清地灵，朕！这个结界可是玄门秘法，敕令法界。就你这三脚猫的写法，根本就是在无能狂怒。主人，明白。不行，朕不能容忍一个外人羞辱父皇龙体。御林军听令，在！灵王格杀勿乱！不要逼我！攻！主人，再坚持下，还差2阵，我就能将人给救回来。最后一阵，落！哇，累死！回头我得让灵王给我多吸几口紫金黄气。哎，主人，我建议你可以和灵王阴阳媾和。乱说什么呢？我是那种人吗？哎，主人，我这也是为你好，这是你恢复灵气最有效的方法了。那肤气，那口感，呸呸呸！怎么能这么下流呢？糟糕，忘了看时间了。住手！再放！慢！太上皇已经被我救活了。朕亲自确认太上皇已经断气，众太医也都表示无力回天。你以为你是神仙，有起死回生的本事？你们不行，不代表我不行。信口雌黄，弓弩手，放箭！啊！皇帝就这么盼着孤去死？这怎么可能？怎么，见了孤都忘了行礼了是吗？见过太上皇，儿臣见过太上皇。儿臣，玄儿，你就不必多礼了。玄儿，还有你这个护卫，随姑进来。父皇不可。父皇，姑没事。你不该勉强自己的。如果姑不出面，以皇帝的脾气，肯定要和你们斗个你死我活。
这对大周不利。太上皇原本还能多活10年呢，可现在强行醒来，折损了大半的元气。父皇，儿臣不孝，让你受累了。儿臣答应你，纵然身死，也必护我大周国。王爷，你是不是有些小题大做了？太上皇是折损了大半的元气，但也不是现在就得死啊。说重点。太上皇是没10年活了，但是还能活5年。王爷，你这不能怪我啊，是你自己没听我说完就急着表孝心。子轩，你这脾气要改改，成大事者必须要沉稳。父皇教训的是，你是玄师，应该能看出这起事件的诡异之处吧？父皇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暴毙？是有人在暗害太上皇。父皇，会不会是……别说了，孤相信子印不会做出这样大逆不道的事。儿臣会查明真相的。可如果查到背后之人是他，不管怎样，他终究是你的兄长，孤不希望你们兄弟俱强。轩儿，孤累了，退下吧。小白这人不错，好好待他。儿臣告退。太上皇也太抠了，好歹我也救了他的命哎，居然连点赏赐都没有。哎，你们不是动不动就喜欢赏赐别人吗？你也赏我点啥？你想要什么赏赐？真的，我现在倒还真有个小小的请求。说。刚才斗法消耗过大，让我靠一靠，歇一歇。为什么洗了这么多遍，还有这恶心的味道？云儿，你跟娘说说当时的情况。娘，看来那个人不是什么侍卫，是灵王找来的玄师。玄师又怎么了？娘，你可是苗疆圣女，你一定要替女儿报仇啊！找那个玄师报仇不急，现在当务之急是白玲珑那个贱人躲进了灵王府，再有3天，国公爷便会回来。要是他发现我们没有经过他的允许，私自将白玲珑嫁出去，必定勃然大怒。娘，你该不会是想去灵王府要人吧？永安侯都没将人要回来，我们能有什么办法？现在不行也得行，只有民以成追，才让国公爷无话可说。这样，你以探望妹妹的名义去试探一下白玲珑，看她到底是怎么回事。娘，那可是灵王府，那又怎样？别忘了，你能有今天，靠的是白玲珑的气运。一旦白玲珑出了岔子，别说是你，就连我也在劫难逃。你们干嘛靠那么近？白姑娘，奴婢给您叩谢。要不是你，我和小玉怕是人都没了。不用客气，以后少点在背后蛐蛐我就行。对了，我是怎么回来的？是王爷将你抱回来的。啊！咦，不过灵气倒是吸得好饱。白姑娘不好了，王爷又发狂了。罗队长怎么还没回来？这2道锁链，怕是要镇不住王爷啊！不管怎样，我们必须要完成王爷的命令，哪怕是死，也不能让王爷出去。明白。抓住铁链！上！必须阻止王爷！王爷，快醒醒啊！
天清地灵，尊无敕律。朕。醒来。哎，你不该往后倒的吗？不过这可是你自己投怀送抱，不怪我哦。这都什么虎狼之词？白小姐，王爷现在怎样？没什么大碍，过会儿就能醒来。这就好。白小姐，要不我帮你把王爷送回去吧？不用不用，我能醒。对了，你把这些药草搜集好我。人是重了点儿，但难得有个这么亲近的机会，得抓紧吸收紫金黄气才对。白小姐，这该不会是想和王爷生米煮成熟饭吧？怎么突然这么热？不行，我得去点火。稍微看一眼，应该问题不大吧？就看一眼。哎呀妈呀！吓我一跳！你怎么突然就醒了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，我就是想看看你长什么样，帅不帅？谢谢。啊！方才要不是你出手，恐怕本王已经……王爷不用客气，我们是合作伙伴，应该的。毕竟你要出事了，我也不好过。当然，你非要感谢我的话，也不是不行。来人！王爷，以后白姑娘的要求就是本王的要求，凡有所求，一力满足。是。王爷，你这是要赏我？怎么？有问题？没问题，王爷放心，3日后我必保你周全。你还有事？没事了。那就请吧，我要休息了。哦，好。吴阳，出来！主人，有何吩咐？现在，马上，立刻给我治嗓子！别搞这虚头颅脑的，马上治好我的嗓子！真受好用传音符说话。主人，现在倒是可以随时给您治嗓子，不过什么？你现在怎么婆婆妈妈的？是不是皮又痒了？就是这治疗的过程中，可能会有些许小小的副作用。副作用？那没事儿，我以前又不是没吃过苦，只要能治好这嗓子，再苦我也能受得住。治，尽管治。主人霸气！尽管来，但凡我叫一声，我都喊你爷爷啊！不是，你也没说会这么疼啊！主人，忍着点，我说了，过程会有一捏捏痛。你这是一捏捏痛，都要痛死老娘了。主人，只要忍过去，你就能说话了。来，继续。好了，针就完了。这就结束了？可为什么我感觉我还不能说话？当然没结束，这只是第1阶段的治疗，之后还要炼丹。那你倒是快练啊！那个主人，还有就是……还有什么事儿？能不能一口气说完？药来！看我干啥？继续啊！主人，那个我怕火。你说什么？你一个道医，你说你怕火？对，之前炼药都是交给药童负责，我只在远处指挥。所以呢？你该不会是让我来练吧？主人，很简单的，你只需要让温度保持一致，等药材都化为了药液，就能自动凝结。你不能骂鬼，不能骂鬼，自己的玉灵自己忍着。
主人，火大了！火又小了。主人，火大了！火小了，火再大点儿。这丹药真的能行？主人，你就放心吧，我炼制的丹药保准万无一失。这么苦，比我的命都苦！主人，忍着点，良药苦口，快把剩下的全吃了，一定要细嚼细咽，这样才能让药效完全覆盖你的嗓子眼儿。主人，我现在给你施针，将药效融化开来。还来？主人，我都说了，你还不信？别说你现在说话了，就是来一曲青藏高原都没问题。不过就是……不过什么啊，胡杨？我现在发现你怎么这么婆婆妈妈的？我将你体内的其他毒素全部逼到了一处，那就是青藏高。然后呢？就是现在你更丑了。胡杨，毁灭吧！丑也就罢了，还变得这么恶心，我都无法直视自己。主人别灰心啊，虽然你现在更丑了，但体内的毒素被清除了，你完全可以正常修炼。另外，我再给你列一份药材清单，只要将上面的药材搜集完，我就可以将你脸上的毒素彻底清除掉。算了，我顶多就是不照镜子，反正恶心的也是别人。对对，就是这么回事。行了，你回去吧，我要开始修炼了。白小姐，外边有个叫白云的女人，说是你的妹妹，要见你。白云，终究还是坐不住找上门来了，让她等着，我稍后就去见她。是。罗统领，我什么时候能见到我妹妹？白小姐和她姐姐这么深仇大恨吗？妹妹，你先住手！妹妹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你慢点。贱人，你竟然敢打我！罗统领，我妹妹这是怎么了？白大小姐，其实你妹妹失忆了。失忆！阿爸，妹妹，你别急，慢慢比。白大小姐，你这次来只是探望白小姐吗？哦，其实我这次来是想接妹妹回府的，毕竟妹妹在王府叨扰多日，也该回去了。抱歉，白大小姐，白小姐恐怕不能跟您回去。为什么？因为她要留下来当王妃。什么？他怎么把这事儿也说出来了？我和穆子轩不过是交易，一旦摆在了明面上，将来等两人交易完成，灵王的颜面何在？罗统领，玩笑可不能乱开。我妹妹何德何能，能得到灵王的青睐？白大小姐，灵王的想法是你我不能揣度的，还请慎言。不是，灵王到底看中他什么？又丑又哑。本王喜欢谁，还需要向你请示。王爷，白云见过灵王。刚才本王问你，你还没回答本王呢。本王要娶谁，是不是要先经过你的手中？灵王误会了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怕是场误会。误会？本王的话向来一言九鼎，回去转告国公，本王不日就去府上提亲。阿爸，王爷，此事义大，此事我得先回去问过二娘，我就不打扰了。哎，王爷，你我的婚事不过是一场交易，你这样大张旗鼓的，不怕交易完成后自己颜面尽失？本王做事何须遮遮掩掩？虽说我们之间是一场交易，但本王相信不符合礼数的婚约，对你也没有多少裨益。王爷通透，我还以为你会遮遮掩掩，没想到这么大方。对了，告诉你个消息。娘，不好了！慌什么？给你说多少次了，要叫我二娘？难道你想让国公爷知道白玲珑才是嫡女？二娘，不好了，白玲珑的贱人要嫁进灵王府当王妃了，这怎么可能？
消息属实吗？千真万确，这可是灵王亲口告诉我的，他要娶白玲珑当王妃。怎么会这样？夫人小姐，天大的喜事儿，老爷要提前回来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下去吧。二娘，现在怎么办啊？要是爹知道我们擅自将白龙嫁出去冲喜，一定会大发雷霆的。别慌，还来得及，一定还有补救的办法。国公爷凯旋啦！恭迎国公爷凯旋！恭迎国公爷凯旋！灵王，怎么能劳您亲自来迎接呢？老夫担待不起啊！国公爷言重了，国公爷劳苦功高，本王亲自来迎国公爷凯旋，本就是应当的，而且这也是本王该有的态度。国公爷，时候不早了，想必国公府的众人都在等您回家。是啊，老夫镇守北顺关多年，护得一方太平，无愧于天下，但却有愧于自己的小家。也不知道云儿长高了没？她自小失去了娘亲，我这个当爹的又不在身边陪伴，这些年真是苦了她了。国公爷，有时候看到未必就是真的。灵王这话是什么意思？莫不是云儿出了什么事？国公爷，请吧，别让家人等着急了。红灯笼往那边点，红布一定要系牢。今天可是国公爷凯旋的大日子。二娘，爹马上就要回来了，白玲珑这事儿到底该怎么办啊？先瞒过今天再说，到时候我们另想他法。国公爷回来了！国公爷辛苦了，弟妹辛苦了，你操持这个家不容易。云儿，快来见过你爹爹。爹爹，云儿好想你。爹也想你。不错，长高了，这次回来爹会多待几日，多陪陪你。太好了，伦儿心里有好多话要跟爹爹说，是该有很多话向国公爷坦白。灵王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怎么，国公爷凯旋，本王来讨杯喜酒喝都不行？行，怎么不行？灵王能来给老夫捧场，是老夫的荣幸，请。二娘，灵王来了，白玲珑的事肯定是兜不住了，怎么办啊？莫慌，说不定灵王不是奔白玲珑的事来的。二娘，这可怎么办？现在灵王来了，恐怕赐婚的事瞒不住了。一旦白玲珑成了灵王妃，岂不是要压我一头？没事，有娘在，不会让白玲珑如意的。弟妹，我不在的这些年，多亏了你，才不至于让云儿受委屈。对云儿来说，你就是她的第二个母亲。这一杯酒，我敬你。大哥，你客气了。云儿乖巧善良，我能替她母亲照顾她，是我之幸。我听说国公府还有一位千金，怎么不见另一位千金？对了，弟妹，怎么不见玲珑呢？怎么，玲珑是不是被人欺负了？弟妹，你尽管说，我一定替你做主。大哥，怎么会呢？玲珑是我的女儿，怎么会被别人欺负呢？她不喜欢这样人多的场合。是吗？可我怎么听说白二小姐嫁人了？嫁的还是永安侯林中之子。永安侯林中的儿子？他儿子不是个傻子吗？玲珑怎么会嫁给一个傻子？弟妹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此事说来话长，我们过后再说。今日先为你接风。爹，您一路辛苦了，女儿敬您。好，云儿敬的酒，爹必须喝。二小姐回来啦！还愣着干什么？赶紧让玲珑进来呀！玲珑，快入席。你去哪儿了？怎么现在才来？快坐到大伯身边。大哥，玲珑坐到您身边，这与理不合。哎，今天是家宴，管那些繁文缛节作甚？能够一家团聚，比什么都重要，是吧，二夫人？灵王说的对，只要一家团聚，比什么都重要。国公爷，还是让玲珑坐本王身边吧。灵王，这怕是不妥吧？玲珑一个未出阁的女子，挨着你坐，这传出去，你让玲珑之后如何嫁人？国公爷，要不你问问玲珑，她选择坐哪？好家伙，这家伙是来搞事儿的，正好，
我今天来也是来搞事儿的。玲珑，过来！你什么身份？也配坐在灵王身边？还不赶紧起来道歉！姐姐，你就听二娘的话吧，可不要冲撞了灵王。二夫人，你真的是玲珑的娘亲吗？国公爷对玲珑都极为重视，可偏偏你对玲珑却这样充满敌意。灵王，您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本王怀疑你到底是不是玲珑的生母。王殿下，玲珑是我10月怀胎生下来的，更是我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。你凭什么说我不是玲珑的生母？灵王，我弟妹操持这个家不容易，你如今对她不敬，就是在打我国公府的脸。国公爷，本王话还没说完，先别那么激动。好，你如果今天你不说个子午寅母来，就算你是皇室宗亲，老夫也要告到皇上那儿去。从一开始，你就对国公爷的女儿异常关心，反倒是对自己的女儿不闻不问，就像这个女儿死在外边，也不会让你皱一下眉头。不知道的，还以为白云才是女。血口喷人！我一直都很关心玲珑的。弟妹，有这回事儿？大哥，你别听灵王胡说，你又不是不知道玲珑的情况，她自己有缺陷，一直都很自卑孤僻，还不喜欢和人接触，这才让外人觉得是我们亏待了她。而且您把云儿托付给我，我自然没有照顾不周的道理。大哥，我可是一直把云儿视如己出呢。二娘，精彩，真是精彩！既然你口口声声如此关爱玲珑，那你又为何将她强行给永安侯世子？京城谁人不知永安侯世子也是个傻子？你们口口声声说关爱玲珑，却将她强嫁给一个傻子，天底下有这样的关爱？大哥，说，玲珑和永安侯世子的婚事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大哥，我这也是为了玲珑好啊。玲珑那样的状况，想要婚娶太难了。虽然永安侯府世子的情况有些特殊，但至少能给玲珑一口饱饭吃。有一口饱饭吃？你的意思是，我堂堂国公府还给不了玲珑一口饱饭吃？不是的。多谢灵王能为玲珑说话。玲珑，你要不愿意嫁给永安侯世子，大伯自然会为你做主。我国公府的孩子绝不受这点委屈，即使嫁不出去，也绝不会少你一口吃的。弟妹，你明天便随我去一趟永安侯府，我亲自把这门亲事给退了。怎么不愿意？难道你们收了永安侯府的好处，舍不得把这门亲事退掉？国公爷，恐怕这事儿就不劳你费心了。玲珑现在是本王的正妃。什么？等会儿，你让我理理。玲珑本来是要嫁入永安侯府的，现在突然成了你灵王的正妃。灵王，你没和老夫开玩笑吧？国公爷，本王对玲珑一见钟情，此生非她不娶。我去，穆子璇什么时候这么会撩了？这还是那个杀人不眨眼的火野猫吗？灵王，这不妥吧？我们还没和永安侯府解除婚约呢，你便要横插一脚，这不合规矩。规矩是人定的，本王要娶玲珑，谁敢不同意？灵王，你别太过分。玲珑虽然不能说话，但她也是我国公府的大小姐，没人能擅自替她做决定，更没人敢强迫她。你跟大伯说实话，只要你不愿意，谁都不能逼你。好吧，玲珑，你可要想清楚了，只要有娘和你大伯在，就没有人能强迫你。阿爸，阿爸，阿爸，怎么样？我觉得玲珑的意思表达的已经很明确了。白玲珑，弟妹，大哥，我也是担心玲珑是受了胁迫，才会着急的。既然玲珑轻称灵王，那老夫自然也不会棒打鸳鸯。这怎么办？玲珑，娘也替你感到高兴。之前是娘太着急了，才会让你嫁给永安侯世子。现在你能够得到灵王的庇护，娘也就心安了。二夫人，刚才你可不是这个态度。灵王，不管怎么说，我弟妹都是你未来的丈母娘，你这般无礼，不合礼法。本王的丈母娘，她也配？
灵王，国公爷，到现在你还没察觉到奇怪，为何二夫人对玲珑这般的呵责，而对白云却那般的宠溺？这说明弟妹视云儿如己出，她们情同母女。灵王，我承认对玲珑的关怀确实少了些，但你也不能挑拨我们母女俩吧？你大可以问问玲珑，我平时都是怎么对她的。反正白玲珑这个小贱人是个哑巴，谅她也说不出什么。二夫人这是欺负玲珑是个哑巴，说不出你什么事吧？灵王，你别欺负二娘，二娘是全天下最好的娘亲，她一直视我为己出。妹妹，我承认是我抢走二娘太多的爱，让你受委屈了，我给你道歉。这对母女俩还真是一丘之貉，演戏都演得这么像。云儿起来，你用不着向她道歉。玲珑，我知道你嫉妒我对云儿太好，可你也是娘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啊，娘怎么会不疼你呢？灵王，我知道你是觉得玲珑在我国公坊上受了些许委屈，想要为玲珑出头，可是这毕竟是老夫的家事，你未免管得有些宽了。国公爷，你在战场是一把好手，可在家事上太过糊涂。灵王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本王就直说了，国公爷，你心心念念的白云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，玲珑才是。灵王，你说什么？灵王，你在乱说什么？我生的女儿，我能不知道是谁？灵王，今日你若不给老夫个解释，我国公府上下与你灵王不死不休。好，既然国公爷找本王要说法，本王自然要给国公爷一个完美的解释。国公爷，当年你夫人和二夫人同时分娩，是与不是？是。好，既然如此，那本王就给国公爷讲个狸猫换太子的故事。当年由于你夫人因难产而死，你悲痛万分，根本顾不上刚分娩的孩子，也就是这个间隙，二夫人让嬷嬷将2个孩子调包了。二夫人，我说的可有差错？简直一派胡言！我为什么要换下我和大嫂的孩子？当然是为了让自己亲生的女儿变成国公府嫡女了。这些年，你二夫人的亲生女作为国公府的大小姐，众星捧月，可真正的国公府大小姐却受尽折磨。石巧儿，你真该死啊！不是这样的，灵王，你这样编排国公府的家事，真当我们国公府是你捏的吗？灵王，你可有证据？如果没有证据，你这样挑拨我们国公府，老夫可不会轻饶你。想要证据是吧？我就是证据。你怎么能说话了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开口说话？很惊讶是吗？也对，毕竟我变成一个哑巴，可都拜你所赐。玲珑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意思是你亲娘把你毒成哑巴的？这不可能！没什么不可能的，毕竟我又不是亲生的，而且石巧儿也怕我把真相说出来，才把我毒哑的。娘，不，石巧儿，我说的可对。不，玲珑，你在胡说什么？我承认娘对你是严厉了点儿，可你也不能这么污蔑娘啊！你天生就是哑巴，这是经过牢中确认过的，又怎么会是我将你毒哑的？大哥，你可不要听信玲珑的鬼话，她肯定是被人唆使的。妹妹，我给你跪下了，我求求你不要再伤害二娘了。我知道你怨恨二娘对我太好，可这也不是你诬陷二娘的理由啊！这些年来，二娘是怎么对你的？难道你都忘了？好一手道德绑架啊！妹妹，我知道你恨我，如果你真的恨不得我死的话，我可以以死赔罪。不，云儿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要怪就怪我一碗水没端平。不，二娘，要不是你可怜我，一出生就没有娘亲，爹爹又出门在外，也不会冷落了妹妹。玲珑，你能说话，大伯很高兴。不过你也不能……怎么，你也相信他们母女的鬼话连篇？你们都好好看看，这些年来这对母女是怎么爱我的。从我记事起，石氏便对我百般虐打，他怕让人看出端倪，还故意避开一些会暴露的部位。你们或许会以为是我不听话才会换来虐打，可实际上他每次打我都没有理由，我能感受到他是纯粹的恶意。疼，真的很疼。
可无论我怎么哀求，怎么哭喊，也不会换来怜悯。唯有在他累的时候，这样的虐打才会停下。石巧儿，本王恨不得活剐了你！没事的，都过去了。只要你愿意，本王杀光他们。为几个渣子，不值得。玲珑，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，为什么不早点和大伯说？我刚不是说了吗？石氏怕我说出他的恶行，早就把我毒哑了。一个只会啊啊啊的哑巴，又能对谁诉说？有一次，我好不容易找到机会向你求救，当时我比划了半天，想要告诉你真相，可你根本看不懂。后来石氏赶来，我一着急，不小心打碎了一个花瓶。你老人家虽然没有怪我，但也觉得我调皮，就让文氏带我回去好好调教。这就是当初调教的痕迹。有本皇在，以后不会让你受半点委屈。国公爷，现在真相够不够清楚？大哥，你别听这个小贱人胡言乱语，他肯定为了污蔑我，故意在自己身上留下这些伤痕的。一个人该有多无耻，才能在证据确凿下依然强词夺理？要不要让郎中过来为我验伤，看一看这些伤痕都多久？国公爷，到现在你还没看明白吗？如果石巧儿真是玲珑的亲娘，她怎会如此苛待自己的亲生女儿？爹，难道连你也不相信女儿了吗？女儿怎么可能不是你亲生的？爹，我可是娘用命生下的女儿啊！既然你们不死心，那我们干脆一试便知。你想怎么试？滴血认亲。不可！石巧儿，你这是怕了。怕一旦玲珑的血和国公爷的血相融，这个持续了10多年的谎言不攻自破。大哥，万万不能滴血验亲啊！你要这么做，就是亲手斩断你和云儿的父女情。爹，你真的要滴血验亲吗？你真的怀疑云儿不是你亲生的？验！不，我就是爹爹的亲生女儿，凭什么要验？这是在羞辱我！大小姐，您还是配合一下吧。我们都相信你是国公爷的亲生女儿，这不也是为了让灵王死心吗？白大小姐，国公爷不好意思动手，别逼本王帮你。灵王！爹，好疼！融了，融了！灵王，你还有什么话可说？今天可是大哥凯旋的大日子，你如今大闹国公府，到底是何居心？玲珑还没验，这还要验吗？云儿的血和大哥的血相融，玲珑验不验都没有意义。我居然被人羞辱，不是爹的亲生的女儿！我不活了！云儿，你放心，你爹肯定会给你一个交代。灵王，我需要一个交代。灵王，如果今天你不给我一个满意的解释，恐怕今天你走不出国公府。看，也融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除了白云，白玲珑也是国公爷的女儿？荒谬！老夫这辈子只有心儿一个妻子，他也只生了云儿一个女儿，这里面一定有蹊跷。这有什么蹊跷的？血液相融与否取决于血型。我忘了这是古代了，跟这帮古代人解释不清滴血认亲不科学。好吧，其实就是只要是有血缘关系的人，血液都有相融的可能。这3滴血相融，只能证明我们3个有血缘关系，并不能确认谁才是真正的国公府大小姐。玲珑，王爷，验明身份一事不急于一时，更何况现在验明了身份，国公爷的身体怕是承受不住。
国公爷，本王还是坚持玲珑才是你的女人。不过，现在本王也没有确凿的证据，本王也不深究。但石巧儿和白云必须付出代价。我会给玲珑一个交代。就算是老夫的女儿，只要犯了错，也必须受罚。爹，云儿没有做过伤害妹妹的事情，为什么要受罚？哥，从头到尾都是我的错，这事和云儿无关啊，娘罚就罚我一个吧。玲珑，你说，除了石氏，云儿有没有欺负过你？爹，你问他，他肯定会说我欺负过他，他可是一直记恨我抢走了二娘的宠爱。我相信他不会污蔑任何一个无辜的人。他的眼睛真和星儿好像啊。有。不管是石氏还是白云，我在他们的眼里一直都是个出气筒。他们开心也好，不高兴也罢，都会来搓磨我。而我身上的每一道伤痕，就是他们恶行的证据。你胡说，我根本就没欺负过你，是你记恨我，想要借此来报复。白玲珑，你好狠的心，爹，你要信我呀！够了，玲珑说有，那便有。来人，加法伺候。二夫人大小姐得罪了，皇后驾到！皇后怎么来了？见过皇后娘娘，娘娘万安。免礼，国公爷，你这是要对本宫的救命之人动刑？还请皇后娘下明示。昨日皇宫有邪祟作乱，是石氏和云儿及时进宫，护得本宫周全。今日本宫本想趁着国公爷凯旋，送上一份祝福，讨个双喜登门，不曾想竟看到这一出大戏。皇后娘娘，石氏和白云常年对国公府的二小姐施虐，他们的行人神共愤，理应受罚。皇后娘娘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既然石氏和白云犯了错，那么就理应受罚。还请皇后娘娘不要插手我国公府的家事。好，两位大周双雄，这是在教本宫做事。如果本宫今日硬要保下他二人，该如何？娘娘，皇后娘娘，这两人你保不了。冥王，你敢！今日本王以玲珑夫君的身份，代为执行家法，如有异议者，杀无赦。